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作恒。来看到呢是英国变天了。好，我们这个变天当然是政治上的变天哦，工党要上台了。好，最新呢现在已经结果是出来了。那国会在各党的席次部分呢，我们可以看到保守党的苏纳克哦，他们原本啊有365席哦，非常多，但是现在只剩下121席。那工党的部分呢，则是这一次大有斩获，来到了412席了。好，那最后的结果就是工党412，保守党是121席。那也代表是说，相隔14年，英国变天了。那英国首相的官邸呢，在唐宁街10号的时候啊，将由这位中间偏左的工党党魁施凯尔他要入主了。这也是保守党哦，在这个选举结果之后呢，将近190年来最糟的记录。可是这个最糟的记录啊，对英国很多人民来讲，对股市来讲呢，却是充满期盼的。好，在这个选举结果出来之后呢，伦敦的股市啊、英镑啊，都是掌声响起哦。很多的投资人就说，我看好英国未来是经济稳定的。那网络交易平台呢，甚至有说，英国股市啊，现在等于就是认可了这一位施凯尔哦。好，那我们看到呢，在整个谈话当中呢，施凯尔怎么说的？先带你来听。Changing a country is not like flicking a switch. The world is now a more volatile place. This will take a while. But have no doubt that the work of change begins immediately. Have no doubt that we will rebuild Britain with wealth created in every community.选举哦，当然就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嘛。另外一头我们看到呢是苏纳克哦，他就是非常的难过了。再带你来看。I am sorry. I have given this job my all, but you have sent a clear signal that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must change, and yours is the only judgment that matters. I have heard your anger, your disappointment.And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loss. 好，但是这么刚好哦，这些呢英国下台的这首相哦，很多都有这个抗中的感觉。像是苏纳克呢，他曾经就说，如果中国威胁英国国家利益的话呢，就会迅速的回应。另外一位呢是这个特斯拉，也被视为是对中相对来讲立场比较鹰派的。那强生呢也是下台的，但是呢他之前也曾经提到说，在美国抗中者政策支持下呢，他是在2021年加入这个组织了。好，那施凯尔呢，现在这个他也就喊出说未来啊，他就职100日内，他就会来全面盘点英中关系哦。显见说呢，对于这个前任的政府，他是想要有做一些不同的改变的。那英国的保守党呢，现在准备结束14年的执政了嘛，工党要上台了，整个态势呢，是不是就看起来也是积极的来和中国要有所接触了？工党的这位影子外交大臣他就说，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国家，所以英国应该要维持这样的政策连贯性，认为说英国呢要和中国积极的来接触。那他也强调说呢，和中国往来有所谓的3C 准则哦，首先就是合作、竞争跟挑战。同时呢，他也很惊讶说，苏纳克的政府怎么会之前好像疏于跟中国的接触往来啊？他也强调说，应该要效仿他们的欧美盟友和中国来接触，不仅仅是外交大臣，其他部门的官员等等都应该也要到中国来进行访问。好，但是呢，像这个看到中英的关系是不是有可能缓和之际呢？美国拜登呢又在急谈了印太的关系了。我们看到呢，在这个日经亚洲就提到说，预计接任首相的施凯尔政府，其实在外交方面可能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要重置英国和欧盟的关系，同时当然也包含全面检视和中国的关系，来确定他们未来整体的对中政策。可是呢，中国的外交部就提到说中方呢是希望说和英国在相互尊重合作等等基础上来推动中英的关系哦。可是拜登他在跟施凯尔通话之后，他也提到了说，美英应该要共同促进印太区域的和平稳定哦。他就提到说呢，其实他们在通话期间是对于英美的合力协作来是有个期待的。那包含的当然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澳英美的3方安全伙伴关系，以及确保的是印太的区域和平稳定哦。另外一方面呢，也说如果按照英国政府的既定规划的话，英国航舰
打击群在2025年会重返日本，重返印太，那也会访问日本，和日本的自卫队啊也会有一些操演哦。就是说呢，在军事上呢，也要持续来强化双边的关系哦。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哦，怎么看说，英国真的变天了？那么接下来，当然股市现在看起来是掌声响起啦，可是这个接下来整体的发展如何？其实我觉得英国的变天都太慢了，保守党执政15年，你想想看，后面这3位首相在英国脱欧之后，事实上都是在做表演政治。强生、特拉斯还有苏纳克，对不对？很低能的政治人物，都在作秀。哦，那脱欧现在英国的民调是65%反对。当你反对没用，你已经离开了嘛？对不对？不太可能再重新加入欧洲，只可能积极的协调。那现在这个斯纳克，这个斯凯尔，他是说他要这么做，但我很怀疑他能够做到什么程度。所以实际上15年执政的保守党带来对英国的这种冲击，我觉得英国人民这一次是一次给他受够了。那当然，工党上来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我觉得他首先要面对他自己内部的问题，经济、移民、健保，他有一个几乎快要破产的健保体制，还有呢社会福利。你知道在威尔斯啊，那个英国的王子他的封地就在威尔斯嘛，威尔斯王子。威尔斯很多的小学，我前一阵子看了一篇文章，英国当地的文章，说小学生其实中午把他的中餐带回去。因为要家里的家长叫他带回去，对，增加就是晚餐，甚至当做晚餐。为什么？因为外面的东西太贵，同时呢又不愿意去开火，因为能源又太贵，瓦斯能源又太贵，所以很多的这种情况，现在在英国是蛮普遍的。这个英国先面对它国内的问题，那至于所谓的对中、对欧或者是对俄乌这个都会是国际媒体的这个焦点。可是我必须要讲，美国跟英国。我们有一个过去的概念叫做特殊关系，也就这2个国家是真的是很特殊啊。在19世纪的时候，美国一切跟着英国；在2次大战之后呢，是英国一切跟着美国。说是美国的这种，就是说影子，或者是美国的根本就是小跟班都没有错。所以在美国的这个政策影响之下，他要去走出不同于美国的对中政策或者是俄乌政策，基本上是不太容易。同时呢，他也在等待美国这个大选，对不对？因为美国的大选，他也要，尤其冲击最大的是英国，因为作为美国最主要的跟班、特殊伙伴的这英国，即使是工党上来，他要怎么样去维持这个关系？那因此，我觉得其实短期之内，你会看到他会有一些言语啊，或有一些讨论，但是呢，这个政策第一个等到美国大选结束，第二个呢，也可能要看真正他的这个政策是什么。所以我是觉得，英国要不是因为这一次他真的输得太难看的话，我觉得大家都不太去重视英国的这种国内政治了。英国的这个角色跟地位，相较于以前呢，真的差很多。那他现在你看那2个最有名的这个媒体，英国的《金融时报》跟英国的这个《经济学人》，他其实长久以来的这个声望跟他的影响力每况日下。为什么？因为越来越作为是白宫的一种，好像是这个就是一个发声器一个传声筒一样。然后呢，代表着是一种所谓那种 Anglo-Saxon 的一种这种优越跟他对世界跟非西方，尤其是中国所代表的这种挑战跟发展的一种强力批判。所以我觉得其实他现在扮演的角色是比较边缘的，他都脱欧了。要等待美国的这个新总统上来，再看看工党能够有什么样的新的对外政策。对，因为讲到英国变天，其实简单归纳就是民心思变啦。只是说这个变当然包含外交的政策。来，彬哥怎么看呢？是不是未来在整个对中的态度也会有所强力的改变？对，就是英国毕竟是一个脱欧的国家，所以它跟整个欧洲大陆是反其道而行欧洲都是右翼的政党取得优势，结果英国是偏左的工党起来。那可是问题是，这就代表英国没有右翼政党吗？其实还是不是，它右翼的实力其实还是很大。现在很多人在看，就是这个斯凯尔上来之后，
如果他做的不好，也许他很快就会失去支持度，然后这个右翼的势力又会整个起来，所以大家目前都还在观察。那当然，现在对英国来讲最重要就是挽救经济，因为过去经济实在是搞得太糟了，尤其是老实讲，你看连续这个保守党连续这3个，这个 Johnson 跟特拉斯跟这个苏纳克，其实一个比一个烂，真的是越选越糟糕，对，越选越糟。特拉斯才干了100天都不到就下台了，所以这个是非常糟糕的一个状况，所以表示保守党已经失去人心很久了。那问题是工党上来就能够挽救这个局面吗？我看也未必，因为第一个，你说他能够走得跟多轻松，也许他不会像过去那样极度仇中，可是你说英国要摆脱美国的掌握，变成单独走向自己的外交政策，我觉得是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事。因为英国有太多东西已经被美国牢牢的钳制住了，所以英国不管谁上台，他大概还是遵循的跟美国走这一条路。所以你说他能够跟中国大陆表现得多友善，我个人是存疑的。我觉得顶多只是稍微缓和一点。那对英国来讲，英国恐怕对他们民众最难就是说服他们，也就是英国虽然一直很想告诉大家，它也是过去那个荣耀的大英帝国，可是英国早已远远不是这样的国家。实际上，英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是越来越被忽视。你看印度的经济实力都要超过它了，然后他自己本身已经从过去的日不落帝国，现在已经沦落到变成一个中型国家，甚至实力还每况愈下。然后呢，他虽然说，他的航母未来要来维持印太的和平，然后甚至要去跟日本做演练，可是连英国人自己心里头都知道得非常清楚，他不过是个配角而已，他也不过是来配合，只是来秀一下，来表示说他支持美国的决心。实际上，如果印太这边发生任何状况，真正的主力是谁？当然还是美国，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英国恐怕要去体认到他自己已经不再是过去那个大英帝国、大英强权，那他要怎么样去抓好自己的地位？你看这个斯凯尔一上来之后，马上拜登又跟他通电话，然后还是要求他配合美国的脚步。那斯凯尔敢说不这个字吗？还是不行。所以我觉得英国的未来恐怕不会像大家所想的这么乐观，因为现在英国的经济状况不好，其实也不是单纯英国自己本身的问题，是跟整个欧洲的结构有很直接的关系。所以在这种状况下，你说工党上来之后就能够持续长久稳定的执政吗？我觉得目前问号都还非常多。对，换人他是要希望新气象，但是显然没有那么容易有来进场。刚刚有明老师告诉我们了有关于威尔斯的部分哦，那就是小孩要把营养午餐带回家。那我跟大家报告一个更悲惨的，也就是在2020年，联合国的下辖的儿童基金会，他提出一个数据，也就是他在南伦敦，就是伦敦的南部的这个地区，援救1800个这些儿童处于三餐不继、饥饿线边缘。我们可以想象，这是曾经的日不落国。我们可以想象，这是第一世界国家吗？完全难以想象。这个就是英国的现况，而且是2020年。那2021年，伊丽莎白女王航空母舰进入了东亚的水域，讲的好像是跟真的一样，但是它旁边的战斗群，它上面的战机都不是英国的，只有航空母舰是英国的。他当初2021年来的时候，他说他2022年要来，直到现在没有再来过了。为什么？因为一个国家它要有足够的经济的成就，它才可以撑起航空母舰，它才可以撑起航空母舰的寻常的这一个巡弋。那其实代表了英国其实早就已经不是当年的英国。那苏纳克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让着我们讲到说工党这样的败选啊，其实他有很多的原因啊。第一个，也就是他面对前任的时候，他只想要维持他一个皇城内的和谐，也就是他不敢去直指他的前任首相那个 Johnson 他的一个在任内的各种的为师，然后人家国会要
开会来讨论这件事，他说我另有要工，先走了，他不愿意做这件事情。第二个，扯后腿的人，他还给他更大的舞台。什么是扯后腿？也就是说，曾经一位内政大臣啊，他泄密了，然后而且也被确认了，但是后来还给他了一个相对的职务，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如果我们想一想，英国最近几年曾经做过什么样的指标性成就？完全没有。所以大家现在眼看中国的经济起飞啊，大家都想要跟上车。然后，所以我们看到的，也就是说，新任的这一个首相，施凯尔他说100年内，对不起，100日内，他要盘点英国跟中国的关系。那虽然不一定会变得更好，但是呢，绝对会比苏纳克好。对，确实，他还是抱着点希望。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来看到俄乌战争哦，现在有没有可能有新的进展呢？好，我们看到最新的是匈牙利的总理哦，他在跟泽伦斯基会面之后呢，接下来就直奔的是克里姆林宫了。我们看到奥班呢跟普京2个人哦来进行了相关的会面了。那其实匈牙利从7月1号开始呢，就接任了欧盟理事会为期6个月的轮值主席国。所以呢，大家也说这会不会有可能是解方的一个契机呢？因为至少是不是要来传递一些讯息啊？那么普京呢是提到说，他希望在和奥班会面当中可以讨论乌克兰和平解决的方案哦。那奥班则是回应说呢，我要告诉你很直白的，就是说能够和冲突双方对话的这个国家数量呢，其实已经正在迅速减少了，所以他就说，匈牙利将会成为欧洲唯一可以跟2方都有对话的一个国家。但是呢，普京呢也提到说，虽然说呢，你可能要带来一些口信但是呢，并没有看到现在基辅方面他们想要放弃战争，认为就是因为停战呢，就得呢来解严，来举行总统选举所以他就等于说是你自己乌克兰其实也不想要来进行呢这个停战啊，因为这样子对泽伦斯基来讲是比较不利的。那奥班呢是说3方已经建立了联系对话的管道了，所以匈牙利未来会继续来促成俄乌的和平。但是呢，我们看到这样的说法，欧盟其他国家是不买账的那在奥班抵达莫斯科之后呢，欧盟的发言人就提到说呢，这个其实相关的发言访问呢是没有和欧盟委员会来协调的，那也直说就是这等于破坏了欧盟的团结。而且呢，他们也提到说，匈牙利总理是无预警的造访俄罗斯，这恐怕就要破坏了他们欧盟挺乌克兰的立场所以你看到在这个相关社群平台上，欧盟的领袖纷纷都开始表达了批评，包含像是呢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他就直接写到说，姑息主义不会阻止普京只有团结和决心才能够走向真的和平。那欧洲理事会的主席呢也直言说，匈牙利根本就没有权利代表欧盟跟俄罗斯来接触所以可以看到反弹的声音是真的还蛮大的。那面对呢，现在这个欧盟也警告说不要姑息，那美国也同样同声批说适得其反。好，那乌克兰的外交部的回应是说，奥班这一趟行程也没有和乌克兰方面协调，所以呢对他们来讲没有乌克兰就不会有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协议。他说这个原则是不可以动摇的，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遵守那北约的秘书长呢则是有说，匈牙利方面有事先知会北约。那奥班的身份呢，他代表的是匈牙利总理所以大家都撇得很干净说不代表我们的发言。白宫呢也批评那奥班则是回应说，这个10趟行程确实没有获得欧盟的授权，但是呢他说我们只是坐在布鲁塞尔的舒适的椅子上呢，这是不可能实现和平的好，那当然现在呢，美国一方面是不是呢想刚刚说批评这个奥班嘛，可是呢
呢，一方面呢，他们也是来和俄罗斯进行密谈了吗？好，很多家的媒体现在呢都开始相继的报道说，克里姆林宫他们也派遣了代表，要和美方进行有关于停战和谈的商讨了。那据了解到是俄罗斯的内政部长会以参加联合国警察局长的会议作为一个名义抵达美国，和美方的来接触。那目的呢，就是希望说美国也可以对乌克兰施加压力，促使和谈。可是现在是不是也不甩泽伦斯基的态度？你怎么想了呢？好，北约峰会即将在下周华府就要来这边来登场了。那白宫的资深官员呢，在这个简报中就预告说，会议终点呢会包含要支持乌克兰以及北约在印太区域的伙伴关系，也会对大陆来传递强烈的讯息。那资深官员也提到说，其实这一次啊，整个峰会的会员国参与之外呢，也邀请了欧盟、日本、南韩、澳洲、纽西兰的代表参加。好，这个呢是不是已经没有这个泽伦斯基已经被绕过了吗？好，但是呢，说到这个一边是和俄罗斯可能要来进行密谈之外呢，一边是不是也来谴责中国？好，我们看到呢，解放军呢有一架呢这个尾号20248的运20运输机呢，29号就降落在莫斯科的机场了。那说这个任务呢，也目前还不知道到底是要做什么，也没有官方的声明。那报道中甚至提到说，尽管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呢，这是代表说大陆直接向俄罗斯提供军事的物资，也研判说呢，西方应该不会有明确的制裁动作。但是呢，这个降落啊，已经在俄罗斯呢掀起了非常多的这个焦虑是不是说这个大陆呢已经开始要真的来军援俄罗斯了？那是不是习近平呢现在其实也不甩美国？就是虽然说呢，我没有明确的公开表态支持，但是实际有些动作呢，还是在力挺俄罗斯的。好，我们先请教杨老师怎么看说这个普京跟奥班的会面呢，现在引起欧盟这么多的国家反弹，那是不是其实说要和谈真的还是没这么简单？那你欧洲这些国家，你反弹，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对不对？奥班自从7月1号开始担任就是欧盟理事会的这个元首峰会的轮值主席，他是做6个月。那他其实可以设定议题，然后可以去协调，然后可以这个有一个主席声明的结论所以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虽然还是主要是27个这个国家在最后的这个自己本身的决策，可是呢，他上任的第2天就先到乌克兰去见了泽伦斯基，而且他跟泽伦斯基讲，你要先停火，你才能够创造和平的机会，才能够开启和谈的可能性。泽连斯基当然没有回应，可他把他的态度讲出来了，也就是说，现在你要和谈，你要去让这个战争，不管是呈现一个冻结，还是说怎么处理，他也没有提方案，因为做第三方他不适合提方案，所以呢，但是他说你要先停火，可是泽连斯基没有回应。那当下其实其他的欧洲国家也都没有讲话，其实讲出大家心里面的话，然后呢，很快他就到莫斯科去，所以奥班自己说是唯一少数现在还可以两边跑，然后双方都能够听他的话的。但是当然，未来他会不会是那个第三方？如果真的举行和谈的话，我觉得他不会是第三方，因为看这一次欧盟跟泽伦斯基对他个人，就是过去的比较其实亲俄，然后呢，对于俄乌战争的援助比较缓慢的都有一些意见。那可是呢，他也代表的是，我觉得一直现在所有的国际事务都围绕这个问题，就等待川普就任。因为他认为他是欧洲的川普啊，对不对？然后呢，他说让欧洲再次伟大嘛。那同样的情况，那他觉得普丁跟川普之间也有一定的这种彼此的这种相袭但是呢，他觉得也许可以中间穿针引线。未来的第三方可能是土耳其或者是瑞士也不一定。至于说拜登现在在做挣扎，在做努力，他不想退。可是呢，现在最新的消息已经有超过170个民主党的金主联名的要他退，而且说你不退，我们连民主党的议员，不要忘记这一次要选也有参议员，也有众议员，那都不会给钱。然后呢，现在也有开始有4个众议员，1个参议员要求他退。
可是拜登目前还是非常紧，他这2天接受 ABC 的访问，反而表现也是不好。可是呢，他就想要透过下个礼拜的北约高峰会再一次的展现他跟川普的不一样，因为他觉得他希望大家盟邦支持他，来表现出就是说，你看，如果川普当选，美国会失去盟邦，而我能够统合盟邦，再去的是支持乌克兰，反对俄罗斯，反对中国。所以你看这个反中的这个诉求还是会很强烈。可是呢，关键是这些盟邦会这么一心一意的支持拜登吗？我觉得他们也都知道，在等待川普啦。来，彬哥怎么看北约的峰会接下来要登场了？那就说对陆方传递强烈的讯息，这样是什么样的讯息？还有多强烈？他们该传递的讯息早都传递完了。我觉得大陆大概也知之甚详，所以我不认为他还有多强烈的讯息能够传递，除非他直接跟中国大陆宣战，可能吗？不可能嘛。那我是觉得现在整个欧洲就是一群 gay 掰鬼在那个地方，就是你们明明每一个都想停战。可是大家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责任，都说谁你主张和平，你没有经过我们的授权。那可是实际上大家都已经苦不堪言了，大家都知道这个仗打下去，只有欧洲被榨干为止。所以我觉得大家也真的不用在那边假惺惺。那当然，奥班你说他这一行会达成什么成就，我也不认为会有什么成就。他大概就是初步做一个接触而已，然后表达一下这个意愿，然后也试探一下双方的一些反应。那显然，普丁看起来是不会轻易就罢休的，因为他现在在战场上占据优势嘛，他怎么可能轻易就放手？除非乌克兰愿意答应很丰厚的条件，可是那个条件是泽伦斯基答应不起来的嘛，所以我觉得双方的僵持还是有一阵子，大概一定要等到美国大选有个结果出来之后，才能够有下一步的动作。那当然，现在在网络上传说，好像有一个双方的条件都出来了，然后甚至说什么克里米亚有双方共管啊，这些什么东西。那个传说中的条件，据说是川普方面开的，有人这样说，但是真是假没有人知道。可是那个条件看起来俄罗斯是不太可能会答应，因为你想想看，你是俄罗斯，你会答应战争都已经打到现在这个阶段了，还跟乌克兰共管克里米亚吗？我不相信会有这种事情发生哦。那甚至说那个双方要拉一条100公里长的边界线什么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性极低哦。这大概是网络上的好事之徒所推出来的东西。那可是真正的关键点还是在美国的大选。那现在如果照目前这样的状况来讲，我坦白说，除非出现奇迹，大概拜登是输定了。那就算他们换人，恐怕还是要输。只是问题是，真正有希望那个就是奥巴马夫人呢，她又不愿意出来。米歇尔，对，米歇尔。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民主党现在已经沦落到一个，就是吃也死，不吃也死，看是要怎么死而已。对，他反正都是要死，死的状况怎么样而已。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民主党来讲真的是非常糟糕。所以你看，川普现在乐得轻松，每天就在那边插科打诨，在那边搞笑啊。为什么？因为他已经觉得自己10拿9稳了。但是川普上台之后，整个世界的局势会怎么样？我觉得恐怕不是像大家想象中那么乐观。第一个，乌克兰大概是注定要被卖掉；第二个，我们台湾像刚姚永明老师讲的，赖清德可能把注压在他身上，可是你会不会压错宝？到最后川普把台湾一起卖掉，这个是没有人会知道的事情，因为川普就是一个投机的商人而已。来舰长。冯德莱恩说他说姑息主义不会阻止普京，这是姑息主义还是激进主战的结果，才促成了今天乌克兰的现况？乌克兰到底有多悲惨？我们这样讲啊，现在他的募兵已经降到募兵年龄已经降到25岁了。不仅如此啊，根据美国前国防部长的顾问 McGregor， 他直接讲了，他就说，事实上来讲，乌克兰的阵亡人数已经高达60万人啊，还有40万人，重伤，也就是伤亡达到100万人。可是反推回这个俄罗斯的话，俄罗斯它如果不算民兵，不算这些瓦格纳的佣兵来讲的话，它其实阵亡人数65000人，所以其实是非常悬殊的。我们在荧幕上所看到的到底是什么？其实那都是极少数的，乌克兰的有利于乌克兰的战况而已。然后透过这些欧美的媒体大做文章，那实际上
战场上并不是如此啊。所以我们这样讲啊，大家现在欧洲的这些大部分的国家都主战，希望继续打下去。那继续打下去，可是你们有要军援吗？没有啊，你们给的 F-16是旧的，而且它原来就是使用俄语。俄罗斯的思维，然后飞米格29的，你现在要叫它换飞那个F-16，其实那是非常困难的。而且大家不要用我们台湾 F-16的Viper 跟它的 F-16比，他们所用的 F-16都是挪威啊，或者是荷兰啊这些国家汰除的 F-16的 AB 型最早一款的，而且。就是匈牙利现在是不是等于渐渐的向中国还有俄罗斯来靠拢了？这个是匈牙利的总理奥班，他无预警的访问俄罗斯访问了普京。那俄国是说呢，愿意探讨和平协议的细节。他7月5号的时候抵达了莫斯科，就和平协议来进行讨论。但匈牙利在7月1号的时候呢，因为接任欧盟轮值的主席国，等于说未来6个月内呢，欧盟的这个议程呢优先会产生影响。但现在看到奥班这样的情形之后呢，欧盟也发出了说法，他说匈牙利总理的访问莫斯科没有获得欧盟的授权。他说，奥班对于莫斯科的访问完全是在匈牙利和俄罗斯双边关系的框架上进行的，不以任何方式来代表欧盟。那奥班呢，现在也宣布要跟奥地利的极右翼的政党，还有捷克的前总理呢一起组的中间派政党呢，共组一个欧洲爱国者。那现在包括了他说要加入。包括了荷兰极右派的领袖也要加入这个新的党团里面。那这是代表欧洲的右翼势力崛起，欧盟的风向要变了呢？那现在呢，欧盟锁定的反补贴调查之际比亚迪宣布要在匈牙利设电动车厂。那匈牙利之前跟欧盟是唱反调的一个情况。再来看到现在除了匈牙利之外呢，土耳其要入上合，让北约相当头疼习近平说呢，支持中国企业呢加大对土耳其的投资。习近平呢在上合会的场边会晤了埃尔段，表态支持大陆企业加大对土耳其的投资，有序推动基础建设等合作的项目。那土耳其呢现在也跟比亚迪达成协议将砸10亿美元来盖新厂。土耳其政府呢软化对进口的中国汽车征收关税的决定呢，修订6月份将颁布一个法令，规定对投资的鼓励政策范围之内的汽车进口不征收额外的税费，以鼓励汽车制造商的投资。那土耳其官员就说了，很快呢将会宣布跟比亚迪达成协议将在这个西部建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新工厂。那北约的成员国土耳其呢，现在也要加入跟上合会组织相关的一个议题。那美国在这时候做什么事呢？美国是不是很可能在捅乌克兰一刀？因为北约峰会的下周就要在华府登场，那白宫也预告呢，对中方传递强烈讯息眼里中的北约公报呢，将针对包括对中国相当强烈的立场，为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有90%的半导体来自中国。中方呢对莫斯科的军工呢是支持，是此次北约关注的话题。那北约的秘书长怎么说呢？北约说希望能够加强与亚洲伙伴的合作，说希望在乌克兰10年之内呢能够成为北约盟国，呼吁北约峰会前夕呢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澳元。但美国这时候态度又很让人耐人寻味美国称乌克兰太腐败，而且不能加入北约。这个是每日电讯报所报道了，说一位美国的高级官员称，腐败等问题一直是泽伦斯基的肉中刺，阻碍了乌克兰与西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前国防部长顾问就惊爆了，乌克兰军队呢60万人战死，而且伤亡已经破100万了。他说乌克兰的这个军队阵亡人数已经达到了60万，总伤亡人数呢已经破100万了。而值得关注的是呢，乌克兰并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有效的医疗、还有后撤以及治疗系统。话回来，先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匈牙利也逐渐向中国跟俄罗斯靠拢了，但是现在包括了像土耳其，好像态度也跟匈牙利慢慢走得比较接近了。我上也不止这些国家啦，这个
波兰的总统刚去访问中国啊，是，那上海汽车已经说要去波兰投资了，所以波兰我估计也会调整它的关税了。那土耳其现在比亚迪要去投资啊，牵动整个欧洲了。我觉得欧洲根本就分崩离析了。现在我们以后讨论问题不要讲欧洲这个概念，是要分开讲，不就各国讲，已经没有欧盟这个概念了。不就是它并没有什么明显的作用啦，是都是一些，比如说你刚刚讲那个外交事务代表 Borrell，那你讲话又代表谁啊？是，对不对？所以我认为真正能代表的是北约啦。那个 Stoltenberg 还代表美国的力量，挪威前总理啊。那欧洲，我觉得未来，坦白说，现在也是有点青黄不接了。比如说 G7 这次要开议啊，是，那意大利就不要参加。意大利说我现在是最强的啊，你们都快下台了，我干嘛去？大家变自走炮了，搞不好你拜登都要下台啊。那德国明年就改组了啊，那法国那总理搞不好要换人啊？loser 俱乐部。对啊，你这个根本就是乳蛇俱乐部，每个人1年内可能把你们都不在啦，就分崩离析了。只剩下我们罗尼还在，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欧洲现在有点这个味道，青黄不接啦。是，所以你去说欧盟现在能干嘛？因为人家当权的现在正在筹组新的联盟嘛。比如说你说匈牙利，人家匈牙利奥班是刚连任没多久，没错。那荷兰那个极右翼也是刚上来没多久，对不对？人家是当权的嘛，所以整体讲是在向右转啊。因为奥班也是右翼啊，那就是国家利益至上嘛。是，那国家利益至上，欧盟所形成的什么对中的关税啦，比如说你讲到说最高课到36.7，然后后面又加一句，4个月决定。那就表示有很多人有意见嘛，对，所以又再瞧一下，再瞧一下。中国大陆也有筹码嘛，中国大陆我觉得也找到各个击破的秘密了啦。比如说最近要召开白兰地的关税的讨论会议，这就针对法国啊，是，猪肉针对西班牙跟丹麦啊，然后豪车针对德国啊，所以我是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就各个破解了，然后他也不排除利益共享啦。所以他就说，不然我去你那边投资嘛，对，去那边设厂啊。所以你不要搞一些关税有的没的。实际上我跟你讲了，事实上出口到欧洲的车啊，只有40%是中国的品牌，其他事实上是欧洲自己的牌子，是，包括雷诺汽车是法国的，大众汽车是德国的，还有特斯拉嘞。所以我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好吵的啦，就到最后大家利益均沾，是，那大概就可以得到一个妥协点啦，大概是这样啦。所以我觉得你最近要讨论欧洲真的很困难呐，因为它是一个分崩离析的状态，然后最后如何凝聚出一个共同的欧洲的观点，根本就还在过程中了。是，这个叫新欧洲在路上了。好，请教帅将军。这个我们看到美国搞这个合纵连横嘛，到处围堵。但是我们看欧洲的状况，北大西洋的当然是俄罗斯的威胁造成很多要加入，但是也有一点精神同盟行动不见得归队啊。你像援助乌克兰这个事件，连川普都发出抱怨了，我美国搞了2000亿，你们才付1000亿，这是你们家的事情。所以北约看起来说有能够主导一部分欧洲的行动，但欧盟就不行了。是，欧盟每个国基于自己国家的经济需求，他不得不个别跟中国大陆去谈嘛。德国当然首当其冲，他靠汽车卖汽车起家了，现在汽车眼看就不行了嘛。但是尤其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说，你禁止我要高关税嘛，我跟你合作生产，因为跟你合作生产以后你是零关税啊，对，我赚一半也够了，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就被破解了。所以美国的小院高墙还要拉的盟友，你不能买它，这种有点强横霸道。人家也要靠这个，欧洲经济不好对不对？他也要生活，也要成长嘛。通货膨胀在全世界都在肆虐，通货膨胀收入不增加，老百姓会支持你吗？所以你看到前面右派的就是发生对整个都发生政变了嘛。欧洲的这个领导阶层
所以意大利说：“我跟你们谈什么？明年就换人了，我跟你谈什么？”所以现在看就是说，在经济博弈这个战场上，中国大陆现在开始转守为攻了嘛。转守为攻，他手上有利器啊。第一个，我有产品可以卖；是。第二个，汽车性价比高啊，你不买我的，你的就不能卖到我这边来了。所以这个大国博弈在经济这个领域，再加上上合会议跟金砖会议，它又可以对南方很多国家有资源的挹注啦、技术上的资源啦、这个基础建设的资源，所以它声势越来越大。对，我的观察就是说，最近跟哈萨克、乌兹别克这几个国家，这陆权的雏形已经开始出来了。海权称霸了300年，但是这一次俄乌这一票中亚这一票，跟中国大陆结合起来，以前是高山悬崖绝壁把这些国家给阻断了，是现在中国大陆挖地道、钻隧道、盖铁路、盖高架，就把这条路通了嘛。通了以后，陆权的这个经济利益出来了，那团结的利益也出来了。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是陆权慢慢的 rise up， 这个西方的海权国家有点 falling down， 这个是一个趋势的看法，往长远的来看。所以以前大家不了解，习近平讲要2050年才现代化，因为这个博弈是一个长期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在布局。布局跟你布局的对错进展如何，才看到这个世界2强之间的博弈啊，到底谁输谁赢？是。好，请教吴教授。习近平这一次去这个匈牙利哈，他特别跟匈牙利签了一个就"一带一路"上面的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匈牙利的建立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你就知道他前面又加了很多东西啊。从全面战略伙伴又加了全天候，又加了新时代，代表中国跟匈牙利的关系是不断在往上。为什么？我们再分别来看一下哈。第一个，其实我们知道说，从2010年开始啊，匈牙利就提出一个所谓向东战略，他知道说要往东才有赚头，才有发展的契机。刚好2013年"一带一路"出来的时候，这两边刚好什么，一个往右走，一个往左走，一个向东走，一个向西走，对不对？是，对，碰在一起。所以习近平一直把匈牙利当作他"一带一路"非常重要打入欧洲大陆的一块敲门砖哈。那其实我们知道说，在这个"一带一路"除了疫情那几年之外，后来疫情复苏之后，这几年中国在匈牙利的直接投资，我们讲 FDI 是不断的上涨。到2023年呢，直接投资已经到了76亿欧元哈。占全世界对匈牙利的直接投资58%。简单来讲，光中国一个国家在匈牙利的 FDI 就占全世界在匈牙利的58%。那我问你，奥班看到这个，他难道不会高兴吗？他一定要跟中国做好非常好的往来，因为这直接投资中国是第1名啊。好，那当然这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们有哪些合作的项目？其实中国在我们讲新三样哈，能源跟电动车上面，他们也跟匈牙利做很紧密的连接。比方说能源供应商宁德时代，还有我们刚才讨论到比亚迪，这个一个是能源，一个是电动车，他们现在都到了匈牙利去设厂啊，设厂那当然要进行更深化的商业交流。所以我想，中国跟匈牙利在"一带一路"上面，接下来会做更多的合作。然后，当然奥班也讲很高兴嘛，他说我们的祖先跟你们中国人是有一些渊源的哈，他连这个都讲出来了，一个拉近关系，因为他们知道中国人讲的是关系，是如果你关系做得好，后面生意就谈得好，我想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那当然，奥班其实比起其他欧陆哈，在我们在讲说现在右派政权不断起来，其实在这右派政权起来之前，奥班算少数哈较亲中大于亲美的。其实欧洲很多领导人他们喜欢亲美大于亲中，特别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之后，大家又觉得要以美国马首是瞻，但是奥班不一样啊，他觉得我就是要亲中，为什么？这一点我跟各位观众朋友分析一下。前阵子这个匈牙利代表处的这个我们讲他们的大使啦，是我们外交系毕业的系友，中文也讲得很好。他大学在政大外交系念书，他来我们系上演讲，他说匈牙利的概念就是他不想跟别人做一样的事情，就是你们大家都做一样的，我就偏跟你们不一样，不要跟风，不要跟风。所以呢，
他们的外交政策也是非常清楚，就是当欧洲不管是中欧，像捷克啦、意大利开始在反中的时候，我偏不跟你一样，我就要是跟中国做生意。当你们这些说要靠近北约的时候，我偏不一样，我就要往东走，蛮有个性的。对，所以匈牙利的人个性就是这样，他们喜欢跟你不一样，跟你唱反调。是，所以如果我们以这个基调来看的话，那当然说不定他接下来就领头了，就是说，我们押对了，我们现在跟中国做更深入往来，一带一路，你捷克不要，我要；你意大利不要，我要，对不对？这是很明确的。但是其实，在这个匈牙利在这个乌俄战争爆发的时候，他们也吃一点亏，因为那时候欧盟要禁运，我们知道那时候要禁运这个俄罗斯的石油，是一开始他们禁运就叫德鲁斯巴油管，这个油管就是运输了大概的这个匈牙利大概65%的原油都是要从这个油管运过来。一开始这个欧盟说我要禁你，那后来他们达成一个协议说好，我们有这个2年条款，甚至那个匈牙利说可不可以给我4年条款，4年后再禁那他们后来就说好，那我们就禁海面的原油这个运输德鲁斯巴油管我们就先不要用这样子。好，那当然这个我想这个奥班在面对这个能源上面，他非常依靠俄罗斯的石油，是他当时也在这个欧盟里面扮演另外一个角色，是你们都不要，我要所以可以看出来匈牙利是一个蛮有个性的国家，跟他们蛮有个性的，蛮像的，对，蛮有趣的。好，我们再看到的是现在中美的稀土争夺战也悄悄展开了。现在因为钨的问题辉达跟台积电其实都很需要它，因为钨的硬度就跟钻石一样，它具有高能量的密度，也因此呢，钨常常成为武器跟电动车电池甚至半导体的重要材料。但这么重要的材料呢，现在研究显示美国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内将会从这个钨进的卖家转为买家，那意味着呢，美国未来的供应呢都必须要在海外咯，而且中国是有80%钨的供应链主导权。那中国的稀土管理条例呢10月上路之后呢，这恐怕会让美国来更头痛。现在为了要跟中国大陆来抗衡日本跟美国还有欧洲瞄准的是非洲的矿产资源，铜带受到关注跨尚比亚和刚果的这个民主共和国的铜矿地区的铜带其实藏着跟铜一样被用于车载电池的产品，它的世界范围呢，消费量呢不断增加的钨。那现在包括了欧美跟中国的竞相在尚比亚进行投资截至目前为止到2023年中国占世界的铜制链呢，已经达到50%，在尚比亚跟刚果非常强的影响力。那2021年的时候呢，尚比亚的这个铜矿石的整体出口有70%是流向了中国。那美国跟欧盟呢，将联合支援洛比托走廊的建设，是以铁路从尚比亚经过刚果，连接大西洋沿岸安哥拉、洛比托港。那日本呢也表达要有合作的意愿这是这个情况。那现在英国媒体也报道，美国现在主脑刚果向中国国防公司出售矿山。金融时报报道呢，中国的北方工业集团已经掌握了2家刚果人民共和国的铜钨矿山。那美国呢官员说服了刚果这家公司重新考虑之后呢，又向他的集团的子公司出售矿山合约，但是这间公司呢，在7月1号已经否决了这个合约现在呢，非洲对于中国投资矿产资源还有开采呢，加深不断的增加当中，但是中国人在这个地方呢扎根非常的深。中国企业参与非洲大型的铜钨锂等于是开采的项目越来越多。那包括了这些矿业的管理公司呢，已经在尚比亚经营了20多年。这间公司呢，将完成收购尚比亚卢班贝铜矿的交易，并且以$1的价格呢来买该矿场的80%的股份。那现在大家也很好奇是不是堪比2战前的德国呢？现在中国的战略金属储备引发关注，尤其是铜跟钨受到非常大的瞩目。美国呢，众议院就宣布了成立2党的政策工作小组，专注对抗中国以及关键矿产的供应链的控制因为中国呢是世界第1大的铜矿石加工提炼国。那中国呢另一个战略呢，就是金属钨的市场呢占有还有储备也受到相当大的瞩目那刚果民主共和国呢，拥有世界最大的钨矿还有产能占据占了全球的3/4。目前呢，中国控制了这个国家19个钨矿的当中的15个，看得出来影响力非常的大。再来看到了现在中美在 MENA 战略的布局方面我会看到现在分析师也警告了，美国跟中国在中东还有非洲打企业科技的贸易战，
主要原因就是中美在争夺企业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现在包括出现了斗争迹象，像是云端啊、5G 的无线网络，还有 AI 等领域哦，甚至呢，华为在埃及投入了这个3亿美元，那微软呢就紧跟着继续投入15亿的美元协议哦。那就在此同时呢，美国正在采取胡萝卜跟大棒的策略，向海湾国家提出了激励奖励措施，并且鼓励他们换掉中国设备。但是有这么好换吗？大家也很好奇。现在呢，华为到2027年呢，将在撒哈拉以南非地区额外培训15万人，等于说要深入人才在里面哦，要培养15万名的人才。话语先请教亮哥，亮哥你怎么看现在中美的稀土争夺战？这个稀土，事实上钨矿并不是稀土啦，是稀土之外，中国大陆有一些矿产，因为它跟那个生产地一直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嘛，是，那也因为它它就是工业生产本来就世界第一嘛，所以自然而然就会跟很多矿有比较密切的关系。我觉得更重要是它的体制啦，就它的体制，就是说它的外交政策，还有国家的银行，还有国营事业这3位是一体的啦。所以他比如说，假设他去非洲，你刚刚讲到刚果嘛，对，我不但可以帮你开采，我还可以融资，我还可以帮你做基建，是。所以刚果会有收入嘛，它会有长期的收入，一条龙服务，我就帮你拉一条马路或铁路到港口啊。那请问这个美国如何帮忙？美国做不来，所以你美国阻止没有用嘛？你阻止刚果也，老百姓也会问啊。那我不开采，那这个我就放着对啊，我就放着吗？难道要摆烂吗？对不对？是啊，是嘛？所以这个就是核心问题。实际上阿富汗也是啊。是为什么中国大陆现在急着要去塔吉克？要去，就是因为塔吉克跟普什图南北2大种族嘛，要稳住阿富汗。他在阿富汗有一个很大的矿啊，那你战争结束，接下来就要盖基建，那公路拉好，矿才运得出来啊。那请问美国能帮这个忙吗？感觉上不能。所以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就是不是谈说中美好像在竞争什么，而是你美国能不能够让我这个非洲国家、第3世界国家得到发展嘛？是。那你阻止的矿，我随便讲了，我们讲你刚刚讲那个电信的问题啦，他现在也叫中东啦、阿联酋啦、沙特啦，你们不要用华为好不好？那不然你可以帮我盖电信，是不是？美国没有5G 耶，那5G 是在 Nokia 跟易利信那不是你的，而且那个也是民营事业，也不是国营事业，是我们不要讲到中东了，我们讲欧洲就好了啦。美国已经劝德国不要用华为啊，这已经劝多久了？德国的5G有40%是华为的，那你要叫德国不要用，那德国说，那我这个钱已经花了，对啊，那怎么办呢？怎么补呢？对啊，我后来查，荷兰的5G有60%是华为，哇哦，那更高，比例更高，是啊，那你要怎么办呢？所以我说美国这种。说你不要用了，不要用了，不准用了，没有用的。美国都是用威胁的嘛。是，比如说你德国如果用5G那我的军情的情报不要给你。那问题是我的5G怎么办？没错。比如说德国就有人算过嘛，他所有的火车站现在用的电信4G全部都是华为的。那美国说你要改那改我要花多少钱是这种问题嘛？所以我觉得。为什么你有时候看中美在不管是矿产之争稀土之争还有一些重要的敏感的科技设施叫人家改，为什么都改不过来？你要给我替代选项是，我不用中国，可是我国家要发展那谁来帮我？要不然你贷款给我。美国都是民营企业对，民营企业都会讲究5年内要回收美国有哪一个企业可以保证在第3世界去盖这种东西5年可以回收的？很多国家都是穷国所以中国大陆一放就是10年、20年的融资这个美国的民营企业做不来嘛。所以我认为这一个局基本上就是我讲白了是国家体制之争是，就中国是一个3位一体的竞争，它的外交政策、国营事业。还有银行
还有国营事业是整合在一起的。你美国没有这样的东西嘛？是啊，你老是用那种军事、用政治的压力说你不可以这样，不能这样，那没有用的啦，那没有办法持久啦。是，亮哥，那你怎么看这个洛比托走廊这个建设对整个非洲的帮助？那个也是一样，我跟你讲哦，中国大陆现在在弄一个国家，不是只针对某个矿嘛？我可能是针对你这个国家，我可以提供基建啊，是我可以提供你这个国家的贷款啊，它是整套的啦。甚至有时候不是一个国家，它是一个区域的发展。哦，跨国了哈。是啊，那你美国怎么弄啊？我跟你讲，这个真的很难啊。是因为我以前就在看那个，比如说那个冈比亚为什么会跑去跟中国大陆建交，还有那个圣多美普林西比，是以前圣多美普林西比是很小的一个国家，对。那中国大陆给他3亿美元的贷款，我说怎么会这样呢？结果他是临近的5个国家的开发计划，一连串的啦，所以他才能够给那么大的钱嘛。是，也不是只有钱而已。我觉得这种东西已经是中国大陆现在在第3世界已经不是单一国家在跟你竞争了啦，是，而是区域开发会变成这样了。比如说这次秘鲁总统去中国大陆。那秘鲁有铜矿啊，也是给中国啊。那中国大陆不只要搞铜矿啊，前海港在开发嘞，那未来可能是南美洲最大的港口。是。那现在秘鲁提出条件啊，说你比亚迪要来我这边投资，你美国怎么弄得出这样一揽子的计划？根本弄不出来，这没有办法嘛？你怎么弄？那秘鲁如果跟中国谈好了，那未来巴西的东西就是透过秘鲁的港要出去啊，那又连在一起了。所以美国你没有办法提供替代的选项嘛？是，重点在这里啦。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来请教孙将军怎么看？我想，全世界每一个国家都很关心，就是美国跟中国2个大国的博弈，是跟对他自己的影响。那这2个博弈，我们看得出来，美国用的就是金融的优势、美元的优势跟它的军事基地的部署的优势。但是这2个东西对每个个别国家来讲，除了受你保护以外，对国家生计、民生经济都没有什么实际好处。是。那中国大陆发展的战场在经济上这个外交上，但是这2个大国，我们观察一下这2个国家的这个气度跟这个格局来讲有优胜，因为我们现在暂时还看不出到底谁赢谁输嘛。是，但是我们就看他出手的这个手笔方向，方向，美国是用金融危机、金融这个收割跟军事的围堵，中国大陆就不一样，你看他最近几个作为，你看啊，大家都知道啊，他是基建狂魔。我告诉你，全世界盖任何高铁都是亏本的，盖任何高速公路也是亏本的。对，基础建设这个回收率很长很长。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制造的不是高铁单一的经营呢，它是根据这个区域的经济发展。好，从这一点再看，他对援外的项目，他在非洲。非洲是被常年西方国家所忽略、鄙视的一个黑暗大陆。是，但是今天中国大陆在非洲所作所为，它不是给你针对一个项目，你有矿你运不出去，我帮你盖铁路，我跟你合作，我给你长期贷款，这就刚刚亮哥讲，它有3合一的优势啊。银行、国家政策、国营事业加国家政策。是，所以。你看，在南美洲，他不只开钱德港啊，他要把这个巴西的还要拉一条铁公路来，让钱德港就变成整个南美洲的营运中心了。那营运中心就不需要到墨西哥，他直接横渡太平洋就可以到中国大陆做生意了。对，你要是南美洲的国家，你会不参加吗？你会不介入？还会听美国的话吗？所以就看这2个国家所推出来的手笔大小。策略的方向正确不正确？我讲输赢已经定了啦。哦，已经确定了。因为你往下去看嘛，对不对？你如果说你的方向手段不对，战略规划不对，气势不够，所以你最近看美国的空头指标特别多嘛。那
开出来就没有人相信了嘛。是，没人相信以后，那中国大陆不是顺便就减了吗？你看刚刚讲这个匈牙利，我要是匈牙利也做这种事，你们大家亲美，我一个人，那我可得 double， 他一定会给我更多的回馈嘛。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现在看这个美中跟欧洲在这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资源争夺战哦，就我们回到一个基本的论点是，中国大陆的一带一路或讲的中国外交援助好了，它到底是不是资源的掠夺者？因为我们过去在研究课题来讲，中国大陆在投资这种或者给援助的时候，很多人就污名化他说，哦，你就是专门抢人家资源的资源掠夺者。那请问这个矿产是怎么样子？现在各国都要去挖这矿，那是不是大家都是资源掠夺者？是，其实不是这样子，我们要看的是早期非洲大陆他们在这个拿外交援助的时候，或者官方援助的时候，从西方传统大国拿，但传统大国会要求他们什么？你要改善人权，你要改善经济不平等。没错。那他们那些独裁者，他们怎么可能做这些？他们都中饱私囊啊！你看这个穆加贝，对不对？西巴威总统穆加贝，他肥那么有钱，底下人还是很穷啊。没错。所以他们是转去跟所谓的新兴国家，中国、巴西、印度拿这个官方发展援助。那你就说，哦，那这些官方援助就是来掠夺你国家的资源哦？不是啊。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大陆在内，它帮助你盖什么基础建设，盖铁路、盖公路、盖海港。为什么？他帮你盖完之后，你要还钱呐？是怎么还钱？哦，原来是他们帮你把这些基础建设延伸到它的矿产，譬如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上比亚，大陆叫赞比亚，它有铜矿，对不对？辛巴辉或者有一些是可可豆，对不对？他们都需要这些矿场，那你要付钱，你付不出来，那就用这来换嘛。说明说以油换电。这种概念是这样来的，是，所以他们当初就盖这个铁路，延伸到矿场，帮你开采完之后，它可以就地变卖，或者把矿场运回去，抵债啊，是对，所以这不是用资源掠夺者，或者是说我们说它的债务陷阱一口气可以全部来比拟的。